我他妈的北欧啊，冬天骑马冻死，夏天骑车累死。大家好，欢迎来到麋鹿假期。那这次旅行我们再一次来到了丹麦的哥本哈根。还记得上次转机的时候，就是让明老师收获颇丰啊。走，明老师。看到帅哥了，帅！哦，哇，美女，好漂亮。其实这一次跟上次转机不太一样的是，我们这一次的目的地就是被定在了哥本哈根，而且我们是被官方邀请过去的，所以这一次我们俩都不需要做攻略，跟着走就行了。哥本哈根这座古老又现代的城市，有着各种各样的关键词啊，比如设计之都，还有自行车王国、乐高小镇、安徒生的故乡，还有最宜居的城市等等。那好像哥哈的一切都与美息息相关。那这些我们都会带大家一一体验。欢迎来到这一期的麋鹿假期，哥本哈根。 I feel like this is some dream world we're in, you know? Yeah, this is beautiful. Maybe that's why this feels so otherworldly. Must be like having a dream in my mind. It's like our time together is just ours. It's our own creation.第一印象吧，我觉得就是自行车王国。他们本来人就高，然后他们还骑比自己那个人大一号的单车，就是你在远远的看的时候，所以他们就会显得很帅。对，帅哥美女都很多。哇，美女，哇，你看，绝了这个镜头。然后他们每一个红绿灯的时候，就会有个杆子在那儿让你去扶着。哇，这个真的很人性化，我觉得。一些停自行车的地方，它是一个车的一个形状。这是一辆车，它里边可以停放这么多辆自行车，去倡导大家低碳出行。我个人觉得这个创意还挺好的。还有一点就是，汽车走的道跟自行车走的道是一样的，他们有是一样宽的。 bicycle highway。哦，哎呦，这3个单词蹦的，可以。3个单词。bicycle highway 啊，哦 highway 是一个单词。哎呀，你要是英语远超我。 The politicians, they are about to decide that this will only be a bicycle street. They also removed many of the parking spots for the cars. This is one of the bicycle highways in Bicycle highway. Yeah. 汽车只有一个道可以走，但是大家看自行车道有多宽。如果你骑自行车的话，你拥有最高的路权。在中国，大家看3轮车是后边2个轱辘，那边的3轮车是前面2个。其实看起来特别的帅啊！我当时觉得我也好想体验这个，所以后来才去了鹿苑的时候，我和米老师就 OK 走。哇！我的命运掌握在你手上了，老公。我真觉得有点危险。It's hard。他要超我们，周洋。妹妹，你坐车头啊，哥哥我骑得累。小妹妹，你吃了多少？上次这个机位还是拍狗拉雪橇，区别在于狗变成了我自己。我已经累了，这往里骑1个小时哎。真的？啊，不行，累了，你超吧。他妈的北欧啊，冬天骑马冻死，夏天骑车累死。一直吊车尾我们。老公加油！看看我们前面的美景。一切美好都是看别人做的时候美好。我感觉我过去拉练的，我真的要死了。我3个车胎都没气儿。对呀。那咋回事？你没说没气儿的时候，我以为是我的问题，我还努着一把劲儿，特别怕弹幕说我不行。你说车胎没气，我瞬间不想骑了。下吧，真不行，真骑不动。为啥放弃了？我是一个没有种的男人。这个时候什么自尊面子都不重要，活着第一位。换车了，啊，我的摄影师。还是这么带人刻在这个中国人的 DNA 里。
舒服多了，这么带人。我害怕的很。我的屁股。OK。你瘦了，消肿了。好。这不是鹿苑吗？这是博物馆啊，不是来博物馆吗？啊，一会儿还要再骑。咱们开始的地方是鹿苑，一会儿再回去。哦，一会儿还要骑回去是吧？里面再骑1个小时。你还 OK 不？然后就是我们到了鹿苑，那个鹿苑其实是丹麦国王以前夏宫在那边，对，所以那个鹿其实不能离太近的。正前方，不动。它那个整个院子里面有非常多不同的鹿，它们其实更加野性，它们不像奈良啊对被圈养的。他们这些小鹿就在我们旁边，你看我们在这儿，然后鹿就在旁边鹿苑还是我们这次除了我在拉练以外，还是我感受比较舒服的地方。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第一印象自行车王国。那第二趴我们要来到的就是乐高世界。乐高真正的发源地是丹麦的比隆，并不是哥本哈根。但其实这个城市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些老房子，像是被打翻的调色盘一样，明明有那么多的颜色拼在一起，却并不违和。那这些小房子其实都能看到是拼在一起的，看到了吧？如果你玩过乐高的街景系列，你一定很熟悉这种房屋拼接的风格。而且丹麦人在拼房子这点上是有点强迫症的。那比如说，摄影师 Nicholas Kostis 在自己的私人飞机上拍到的哥本哈根是这个样子的。你会发现这种房屋的拼接还挺有规律的。那虽然看上去颜色非常的丰富，但其实饱和度都得到了很好的控制。那基本上是米黄、淡蓝、浅灰色这样柔和的颜色，让房屋的外观丰富而不刺眼，线条也很明快。那作为乐高迷，你会觉得这里的每一块砖都像一块积木一样。走进去给大家看一眼。This was where you could provision your ship, and this is the provisioning shop upstairs, and you could get to pay the toll. There was a lot of these shops around the street. This is the oldest one. It's from 1570, so it's quite old. In here was the place just for the captains. 而且我觉得它这边比新港那边的那个房子要更加的古色古香一点。包括走到那个赫尔辛格的老巷子里面，真的是不一样，那些房子真的好美，像那个哈尔的移动城堡。那哥本哈根作为安徒生生活过的地方，其实到处都弥漫着童话的气息。那穿梭在这样的街道上，你会觉得有可能下一个街口你就会遇到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或者是拇指姑娘就从你身边走过。看到水里的天鹅都会恍惚，哪一只是丑小鸭？这是在别处旅行时没有过的体验。我们这次最想展开的就是哥本哈根的美食。经常看《麋鹿假期》的人一定记得我们以往那些吐槽白人饭的瞬间。我们这一年去了欧洲2次，吃的最多的东西就是泡面。这是第2贵。那可能之前我们有一点刻板印象吧，真的很怀疑，就是说欧洲的美食会比较少，或者说我们自己没有吃到。但哥本哈根确实是米其林餐厅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那多次世界排名第1的，同样也是非常有名的 Noma 的发源地就是这里。因为官方就是邀请我们，所以他们找了非常多的餐厅，每一餐都是他们精心挑选的餐厅，没有踩雷的。刚开始说实话，我们被这种硬控的时候，我们还有点不习惯，不太习惯。因为首先第一点就是大概5点到7点的时候都是最好的光，但是一般他们安排的餐厅都是5点半、6点就开饭了，而且等人齐了他们才会开放。你们吃饭的时候真的不要等我们，我们会很内疚。没事，一会儿不是要等那个麦？他不上菜。然后，所以其实我们在最好的光的时候就一直被硬控在餐厅，所以我们这次色彩并不多。但其实也是因为这种完全在我们的舒适圈外，才让我们吃到了非常好吃的一些食物。特别是我记得第一家去到的那个 Noma 的旧址，
然后在那家店吃的炸猪猪排排，还有他有太好用那个吃了茴香跟那个茴香哇，那太好吃了做的那个酱，那真的太好吃了。形容一下口感。入口即化。还有那天的开放三明治也不错，然后还有那个在开放三明治同一个地方吃的都是海鲜的那个店，还让我们到后厨去逛了逛。 All the seafood here is local, from small fishing boats, not trawl. So the menu changes twice a day. 炒的是鱼头哦，厉害了。它太丑了，它是地包天。那这次最特别的一家餐厅是需要自己去餐厅旁边的小森林里边去采摘一些蔬果和香料，那回来以后再自己用这些原料去做一顿饭的。今天我是采蘑菇的小姑娘。 So this one is called Creeping Charlie. That's the nickname. Well, it's a bit like 啥味儿啊？ rosemary. 其实这一次的媒体除了我们和周航以外，都是文字工作者，因为我们跟到了，比如二哥，他是孤独星球的撰稿人，大家一定会去关注他，非叫常的无二旅人，他到哪儿都能给我们科普这个菜是什么原料，为什么这么好吃，哪那么好吃。我说二哥是我移动的那个百科全书，我啥都问他，啥都知道。开完花之后，在秋天就会结这样的果子，它的果皮会稍微有一点点的甜味，不要使劲咬，因为你可能会咬到里面籽，会硌到你的牙。这是什么啊？这个叫穷人胡椒。穷人胡椒，适合我。什么味道？柠檬。柠檬草。我们都没错。哇！不适合。不愧是音乐专业的学生。这是什么？野蒜。野蒜。这是一个很像鼠尾草的一种菜，它做肉的时候配一些。为什么要吃黑的呢？因为黑的是熟的。刚刚二哥教你的，也就在5分钟5分钟之前嘛，现学现卖之王啊，可以。我现在真的理解做美食频道的这个意义。对，就他说完之后，你会觉得你吃进去的那个食物它不一样了，它有了故事。说实话，我们俩都不是看美食频道的人，对，所以这次其实，在美食方面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满足。在这儿有几家餐厅，我们也可以挨个的把东西抛上去，大家可以 mark 一下，可以去预约，绝对都非常值得被推荐。那以往的出行，我们可能更在意做比较周到的攻略呀，或者拍到好，出大片、卷大片，花在寻找美食上的时间其实非常的少。那在哥本哈根，我突然意识到，食物其实也是当地人生活方式的一种化身，改变了我们之前对白人饭的看法。跟团呢有一点就是大家可以突破对方的边界，就是他们那个欧中间有一杠是什么意思呢？那是岛屿的意思，就是 island。就是我觉得董老师还有二哥，你们每次就是说1、2个知识，就觉得是我一个全新能 get 到的一个知识点。但我觉得我反而跟你们学了好多，就是拍摄呀，然后这些我觉得好有意思啊。哎，真的这样，我第一次觉得就是跟团游这么好。首先你啥也不用操心，第二点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搭子，他能给你去科普，像各种各样的东西，像比如这里可以提一首 BGM， 我就可以问你来。那其实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可能见到的越多，自己越来越渺小，是吗？对的，我活在我自己世界里，我会觉得北欧有什么可吃的呀？就是以北之地。说实话，会有这个刻板印象。我们每个人应该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头，但凡我们跃出自己这个世界之后，你会发现，原来世界这么大。因为我们在旅行的过程中，或者当我们在迈出我们脚步的过程中，是在一步步把墙推倒、把窗户打开、门打开的一个过程，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很有意思啊。芝诺之前提出过一个非常著名的理论，叫知识圆圈论。简单说就是人的知识好比一个圆圈，那圈里呢就代表已知的，圈外就代表未知的。那你知道的越多呢，这个圆圈肯定也就越大，然后你就会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发现自己很无知。所以其实我们人往往会认为自己在已知的世界里是最安全的，对于未知呢则是恐惧的、不安的。其实我会觉得之前比如在瑞士，我们每天吃泡面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不，他们是真的没吃的。也不一定。芝士火锅，说实话，我当时觉得我再也不吃了。我觉得那个东西真不如北京的豆汁儿，因为是酸臭的。但也有可能我没吃到好的，所以我现在我还是回归一个平常心。等我如果再有机会再吃，我一定要就是做好功课，去吃那个大家觉得都不错的，我再给一个评价。不过目前采访一下，目前吃到这几餐觉得怎么样？
我为什么录这段？我拿起这个芝士火锅有更好吃的这件事儿，就不能就这么在我们的世界里盖棺定论了。下次还得试试，下次还得试试，哪怕那个结果还是那个结果，但我觉得一定要自己亲自去体验，去亲手揭开这个答案，对不对？我又买了一个新牌子的螺蛳粉，一会儿煮给你试试看。螺蛳粉这是另外一码事儿，我觉得。真的，我跟你说，它跟我之前买的不一样。可以，没问题。我明天就带你去吃热热乎乎的豆汁儿，怎么样？点赞过5万，直播米老师喝豆汁儿，直播我榴莲，好吧，可以吧？完美。好，就是这样，这就是这期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